淮海战役结束的17年后，在当年战场旧址的徐州建起了这座纪念馆。而当每一位参观者走进这间肃穆的展厅时，都会发现，在众多军人的照片中，有一张极特殊的女军人的照片。她叫陈洁，是当年华野一纵的文工团员。今天的人们很难把这位花季中的姑娘与残酷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然而50多年前的这一天，她和许多女性一样，为了信仰走上了似乎只有男人才能参加的血腥的战场。也就从那天起，她的名字被刻在了那场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的历史丰碑上。1948年11月30日，位于徐州文亭街的国民党徐州剿总值班号兵按时吹响了办公号，但这里已无人上班。军官和家眷们争相挤上美式大卡车向西南开去。自从杜聿明按照蒋介石打通徐蚌段路线的计划开始以来，在我军的层层堵截之下无法进展。蒋介石急召刘峙、杜聿明背赴南京再论战法。会上，杜聿明当着众人的面把蒋介石拉入密室，出了一个以动打动的狠招。主力撤出徐州，绕道双堆集，重拳打击我军的侧背，以其制胜。这一方案马上就被蒋介石批准。回到徐州的杜聿明再次使用了他从东北撤回关内时金蝉脱壳的计谋，暗中布置撤退计划，明里却下令部队在10几公里宽的正面集中5个军，全面展开强攻。就在我军因一线吃紧而调整部署之际，11月30日，杜聿明一声令下，国民党3个兵团加上徐州党政人员和各色人等约30万人涌出了徐州城。这一招确实起了作用。几天来，毛泽东和粟裕都已预料到国民党将放弃徐州，并都在揣测对手可能走的路线。然而直到徐州人去城空之后，粟裕才得到了各方面证实的消息。他立即下令全军迅速动员，火速围追堵截，在运动中歼敌。瞬时间，淮海大地上卷起一股狂飙，30万华野将士踏上了追击的征途。就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追击战中，一首触景而发的军歌诞生了。1948年12月的1、2、3号是华野最高首长粟裕格外紧张的3天。从杜聿明西撤到我军上路追击，已比对手晚了整整1天。如果追不上并且截不住那支大军，一旦他与黄维兵团会合，淮海战役的形势将会大变。12月3日，对杜聿明是决定生死命运的一天。只要他继续西撤，我军就很难追上这支坐在汽车轮子上的大军。然而，就在3日上午，杜聿明在孟集准备出发的时候，他接到了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就是这封信决定了他和那支30万人队伍的厄运，因此成为那些国民党将领终生诅咒的败笔。信中蒋介石命令：做事黄兵团消灭，
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信中的意思非常明显，蒋介石又一次改变了决心。他打心眼里舍不得黄维兵团再被共军吃掉。此时心中暗暗叫苦的杜聿明和众将领明知前途凶险，但统帅严厉的口令令他们不敢抗命，决定全军停止西撤，调整部署向南攻击。这一下，命运之神慷慨给予他的1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当杜聿明第2天准备率队向睢溪口行动时，才发现他失去的是多么宝贵的东西。至此，淮海大战的局面又为之一变。华野、中野在相距只有60公里的区域内包围了2个国民党重兵兵团，而与杜聿明同日被蒋介石严令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兵团距黄维只有40公里。其中哪2个突破阻击靠拢在一起，都有可能改变战役的命运。因此，能否尽快吃掉黄维兵团，就成为淮海战役第2阶段中一个关键的关键。而第12兵团的确像他的司令官黄维自己说的，是一个很难咬动的硬核桃。本来计划10天消灭对手的中野进展并不顺利，到12月5日，时间已过去8天，可对手仍在拼死抵抗。缺乏重武器的中野官兵虽英勇作战，却伤亡惨重。因为双堆集当面开阔的地形极有利于对手密集的火力瞄准目标。面对如履薄冰的战场局势，12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下达了对黄维作战总攻击的命令，这是一个少有的极其严厉的命令。总统命令一下，是吧？就要连续进攻，是吧？不准叫苦，是吧？一定要解决完成任务。那完不成任务的，怎么来严格进行要军法从事？哎呀，我参加解放军啊，我们参加革命以来啊，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个严格的命令啊。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厉害啊，是不是？指挥部将中原野战军的全部力量和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和炮兵1部，分别组成东西南3个攻击集团，由中野3纵陈锡联司令员统一指挥。第2天下午4时，总攻打响了。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双堆集发起冲击。就在这个时候，胡琏上场了。胡琏字伯玉，陕西华县人，18岁因家贫而入黄埔军校第4期，与同期的林彪、罗瑞卿、陈赓、日后成为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在国民党18军从少尉排长干起，因战功显赫而直至18军中将军长，年方37岁，已成为国民党军中名将之一。如今淮海战场吃紧，12兵团被围，只恨蜀中无大将的蒋介石想起了几个月前因对兵团人选不满托病回老家的胡琏。在他为胡琏举行的送行便宴上，胡琏没有想到，饭后蒋介石给他放了一场电影，片名是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名垂青史的宋代英雄文天祥。几天后，胡琏的飞机落到了双堆集。
这给已在包围圈中苦苦拼杀的国民党官兵带来了生的希望。阵地上都在相传一个消息：胡老头子来了。迈进兵团指挥部的胡琏，面对着众将领们，却先讲了一个刺猬与蛇的故事。刺猬要吃蛇，却先把刺缩进体内，任蛇缠绕。等蛇完全绕紧了，得意洋洋的时候，刺猬猛然鼓励尖刺。立志以刺猬为榜样的12兵团迅速调整了部署，加强了纵深防御，完善运输补给的临时机场，用上百辆装满沙土的汽车构成了一道数百米长城墙式的汽车防线。各部以房屋为核心，以地堡为骨干，依托坚固工事，夜晚坚持抗击，白天则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突袭反攻。一切都在显示，这支被围困的队伍开始拼命了。胡琏相信他的18军一定会再一次绝处逢生。他用明语向南京大声报告：共军吃不了我们。战至总攻发起后第8天，我军东西南3个集团已把黄维残部压缩到了东西不到1.5公里的狭长地域。但是黄维、胡琏却是2个死不认输的人物。这支尽管已伤势惨重的王牌主力军，仍在挥舞着坚硬的利爪，铁了心死守到底，等待援兵。12月4日，杜聿明率领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被包围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后，孙元良兵团于12月6日趁夜暗突围。结果全兵团4个师32000人在两面火力的夹击之下全部崩溃，仅2个小时，16兵团就被抹成2净。落荒的孙元良装成伤兵，爬在老乡床底下，才侥幸逃脱。16兵团的下场让众将领们不敢再违抗军令，只好按照蒋介石的计划，一心一意合力向南猛突，与黄维会合。这次他们采取的是滚筒战术，以邱清泉兵团集中炮火和坦克攻击，每前进一步，李弥就接替一步，巩固后方。这种战术确实让一直寻机突破和分割的我军无从下口。那就就是呢，我们是经常能看到啊，这个水啊，这个连通红，这个太阳水的井啊，捂得老高，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它的这个血又高了。当时还有水虫医生呢，就给他一量血，就量不动啊。以后呢，就用那个蓝毛巾啊，宽到头上，宽到这个地方，或者抓一把雪，那个时候冬天不是说大雪纷飞嘛，抓一把雪，这样抽。整个淮海战局因危机四伏而极度敏感，真可谓是千钧一发。粟裕最怕的是阻击李延年的兵力不足，一旦李延年破阵上来，夹击包围黄维的我军，颤抖的天平立刻就会倒向对手一方。然而怕什么，却偏偏来什么。一个来自南京的特殊人物，让一直温汤浑吞水的李延年、刘汝明立刻面貌大变，煎炸爆炒，旺火冲天。此人就是被台湾史书中称为很神秘的人物，蒋介石的次子，时任装甲兵上校参谋长的蒋纬国。蒋纬国早年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毕业后留学德国，深造于慕尼黑军校及柏林陆军大学。
而后又进美国要塞陆军大学研究装甲兵战术。这时的蒋介石以统帅和父亲的双重身份命令他，率领坦克部队亲赴徐蚌战场，以有我无敌的决心击破强敌，往狂澜于危难之中。第二天，几十辆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滚滚开赴淮海前线。太子前来督阵，唐人不敢怠慢。在连夜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北上兵团决定集中8个师的兵力，在装甲部队的配合下，再次全线猛攻。本来已因敌众我寡而相当吃力的我军阻击部队，这下更是雪上加霜。12月4日，铺天盖地的进攻开始了。有了坦克支援的国民党军相互助威，攻击更加凶猛。我军新桥、曹老集等阵地相继失守，阻击官兵已被逼退到最后一道防线的绝境之中。北上兵团数日之内已前进35公里，照这个速度，3-5天内便可与黄维握手。而此时正在同包围圈中的黄维和杜聿明集团拼死搏杀的我主力部队，却无力分兵前来救援。承受巨大压力的我阻击部队官兵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不难想象，在成群的炮弹撕裂空气的尖啸声中和坦克钢铁履带的碾压下，守卫者每分每秒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基本上是差不多了，是吧？再说把采石院乱七八糟半成林园组织起来，突击上去。关键时刻，总前委把手中仅有的1个师、3个团派了过去，命令再不得后退1步。仗打到这个份上，明眼人都已看清，黄维不去，战场前景就难以预料。12月14日，我东野6纵49团、襄阳营与华野3纵23团、洛阳营2支英雄部队协同攻击距黄维兵团部马庄仅1公里的核心集团工事。那是一片数百个地堡组成的网，守卫这里的是国民党王牌中的王牌18军114师的威武团。两勇相逢，地动山摇，双方都找到了真正的对手。敌人顽强是很顽强，你到大头碉堡来跟前去以后，说你再给老子一包炸药吧，就是这样，就这样，那还客气吗？俺就再给你把手榴弹就行了，手榴弹你绑了4块炸药，那就够他抢的了，这个迫击炮那个已经把他的脖子掐住了，他手里拿着炮弹还要装进去。炮弹完你要打到那以后呢，这个炮兵就在这个围墙外头形成了个火力墙了，敌人就增援不来了。他一个连线去了，再加上炮兵这是从来打仗也没像这么痛快过痛快淋漓威武团虎落平阳，仅1小时40分钟，这支王牌军便在我军寒光闪闪的刺刀前败下阵来。仅余的100余名士兵退出阵地。与此同时，面对我军官兵一浪高过一浪的冲锋，杨伯涛在第10次反攻失败后，终于被打下了尖谷堆。尖谷堆失守，黄维的兵团司令部、快速纵队的战车、炮兵阵地和临时机场全部暴露在我炮兵的射程之下。已自知到了最后关头的黄维，命令打光了炮弹的炮兵拿起步枪，甚至把自己身边的警卫和勤杂人员也全部推上一线。他和胡琏则带上了钢盔，亲自上阵督战。我军则以更猛烈的炮火回敬黄维的顽强。满载烈性炸药的飞雷、飞炮、土飞机成群结队飞向敌阵。就是那个发射筒炮车炸药，一炮就是人家几10公斤这么粗，
就像那个把那个国民党那个俘虏啊打了以后，我们抓过来那俘虏啊，烧的呀，他妈的喝去的，满的是喝的，光有2个白羊。问他你怎么搞的这个样？他说是的，那是国民党的那个兵营是吧？他说昨天晚上看到你们的炮弹火了，把我烤凶的。就是那个你们那个什么炮啊，那个炮弹还要在院子里边蹦3蹦才下来，说的那个炸药送上去导火索没有抓到，他在院子里边乱拱，就是那个家伙厉害。不甘心坐以待毙的黄维决定突围，蒋介石闻报后大惊，认为夜间没有空中掩护难以成功。只有黄维自己心里明白，他还能坚持多久。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违背了蒋介石的命令，下令15日黄昏分路行动。我们出战的这个 Our formations were beaten back bit by bit. 攻打下来啊，我们就是1天2天的事情呢，反正我们都要消灭了。We would be wiped out in 1 day, 2 days' time. So I gave the order to flee. 逃跑，还救一些人下来。That saved some people. 临走，黄维向胡琏要了1大包安眠药，准备不能脱身时养药自杀。然后这2位难兄难弟各自登上一辆坦克，落荒而去。黑夜之中，2人在一个路口分散了。黄维以为自己跑出了40多公里，实际上是在原地转圈。最后在距双堆集2-3公里的地方，他的坦克发生故障，黄维被中野6纵一位教导员抓获。当时，我分想走的时候，就是已经来不及了，蒋军已经打进来了，他就是，一个水沟，他就跳进去呢，在那沉浮，想拔枪自杀的那个服安眠药，那都有水，浸泡就已经失效了，所以也没有这个，自杀。当时有一个蒋军战士呢，向我父亲开了2枪，没有打中，因为天比较黑，好像比较暗，没打中。后来他冻得受不了，就是冬天冻得受不了呢，他就爬起来就，就是来了一队蒋军战士，把他架着就走了。在押往后方的路上，杨伯涛惊讶，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以前经过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的村镇，现在却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更让他奇怪的是，看到了一辆辆满载犒劳解放军猪肉的大车，而他前不久经过这里时，却连一撮猪毛都没见过。杨伯涛不能原谅葬送了12兵团的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可以为志愿军炒大米，写出研究美军战术的文章，却不考虑与黄维和解，2人终生没再交往。所以后来在那个功德林，后来有一次，反正他们见了以后，我父亲还说，这个黄维你啊是这个共产党的功臣，国民党的罪人。12月16日，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那支曾威风显赫的钢铁兵团终于寿终正寝。4个军加一个快速纵队，共10万余人的大军，在21天中被我军一笔勾销。此时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兵团，尽管有蒋纬国战车团的配合，却自始至终还是没有冲破我军的阻击防线。当时的蒋纬国撤退前留下一句话：“我们是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勇敢牺牲能挽回战局的。”黄维兵团被挑落马下，战场的局面彻底一边倒。李延年、刘汝明自知将成为下一个被打击目标，立即偃旗息鼓，全线后撤，
一夜之间就不见了踪影。至此，在中原大地上，我60万大军面对的只剩下不到20万人的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第2阶段胜利结束。俗话讲，兵败如山倒，黄维兵团的结局不能不影响到杜聿明集团的士气。此时已占绝对优势的我军理所应当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但就在粟裕计划张开口袋诱敌突围而全歼的时候，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停战令。原来这时毛泽东的算盘上已经在为平津战役筹划。要稳住蒋介石，中原大地的棋盘上此时还不能没有对方的棋子。为了吊住老对手的胃口，不致迅速决策将华北的傅作义部队海运南下，增加长江以南的防守力量，毛泽东决定对平津、傅作义实行革而不为，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对杜聿明围而不歼。本想尽早把军队撤回江南，拱卫半壁江山的蒋介石犹豫了。杜聿明还在，大兵团还在，这让他觉得此时给这场中原大战划定结局还为时过早。毛泽东故意留下的水中之月让蒋介石举棋不定。从那一刻起，淮海平原上的陈官庄就成为这位统帅与他的将军们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惆怅之地。陈官庄距离当年项羽与刘邦垓下决战的古战场仅100余公里。2000多年后的杜聿明在这儿真真切切体会到了当年那位楚霸王被困垓下、四面楚歌的悲伤与凄凉。在那段日子里，这支近20万大军中的每一个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另一个无形的敌人——饥饿。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的粮食弹药只能依靠空投补给，即使每天喝粥也得至少10万斤粮食。天气似乎也在与蒋介石作对。从12月19日起，华中平原地区下起了少见的大雪，一直下了整整10天。断了空投的国民党军彻底陷入了饥寒交迫之中。担心我军乘势打过长江的蒋介石，相比之下，还是南京比陈官庄更重要。他在给刘峙的电报中密令将蚌埠的主力转移到长江以南集结。他在给杜聿明的电报中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偌大一个淮海战场，国民党只剩下了风雪中的杜聿明集团听天由命了。老话讲，兵无粮自散。在此时的战场上，馒头比炮弹有更大的威力。一碗热乎乎的大米饭往往让战壕对面的国民党官兵无法抗拒。攻心为上的政治攻势收到了意料之中的效果。不知是谁发明了夜间拍着巴掌来投降的办法。于是每到夜晚，前沿阵地上就会响起一片巴掌声。美国作家贾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着世界》一书中写道：大批国军投降是中国内战又一奇特现象。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官兵被俘后迅即调转枪口对准了蒋军。对我哪来的呢？福利。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马一个晚上，一来将知道来排长就谈一次话，感动的那个前世都哭了。他们这些当兵来的都是抓来的，这都是血泪史。陈官庄杨家四合院里，杜聿明每日静坐不语，面壁长叹。邱清泉除了蒙头大睡，就是借酒浇愁，玩弄手枪，声称要留下1颗子弹给自己做朋友，
李弥说，这样的大战要能不死，只有靠祖上的阴德了。而此时，解放军的阵地上却是一片欢声笑语。西柏坡的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慰劳淮海参战人员每人猪肉1斤，香烟5包。文工团员陈杰和他的战友们成了战壕里最受欢迎的人。淮海战役期间，几百万的支前民众将大量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从火车、汽车到独轮车和扁担，人民群众发挥出了难以想象的力量。如果从天上俯瞰淮海战场，会看到在我军每一个阵地后面都连着数不清的运输支前队伍，就像一条条沸腾不息的血脉，日夜不停地向前方输送着让生命奔放的巨大能量。革命党失败了。The nationalists failed because we completely lost the people's support. 最大的原因还是没有人支持。他们讲的我听。I had heard that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people gave us flowers and food.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 the people provided intelligence and helped us resist the Japanese. Once the Civil War started, we couldn't find anyone to give us even road directions. There is a saying in China, the water that carries the boat can also overturn it. 穿暖、吃热、吃饱、吃好的我军官兵把精力释放到了改造自己守卫的阵地上。荒郊野外的战壕，经过战士们做的一番手脚之后，变成了能休息、吃饭、活动的阵地之家。在那段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指战员们送走了1948年的最后一天。发表了求和声明的蒋介石并没有变成和平鸽。从1月3日起，蒋介石和杜聿明就密定了一个突围计划，空投补充粮弹后，由空军投掷毒气弹，掩护佩戴防毒面具的部队冲开缺口，全军紧随行动。行动时间定在1月9日。然而，杜聿明还未动手，我军却抢先一步。1949年元旦刚过的第2天，华野指挥部下达了全歼杜聿明集团的命令。1月6日15时30分，总攻全线打响。刘培善指挥东集团11个师向敌东部突击，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北集团8个师由北向西南攻击，韦国清、姬鹏飞指挥南集团8个师由西南向东北攻击，以穿插分割战术猛扑敌阵中心地带。这次蹲在战壕里的国民党士兵并没有看到以往我军采取的集团冲锋，而是以无数个战斗小组利用早已挖好的交通壕接近对手，一边爆破一边前进，眨眼间便渗入敌阵内部。为了顶住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还能在天上说一不二的蒋介石出动100余架次飞机轰炸助战，但在地面上就由不得他了。尽管裘清泉、李弥下令凡是阵前投敌者一律杀无赦，并先后将作战不利的孙志坚、杨京等3个团长拉出去枪毙，甚至当众活埋了10几个想逃跑的士兵，但依然眼睁睁地看着阵地一个个失守。看到漫天飞舞的炮火，李弥伤心地说：“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有今天。”9日晚这一夜，
淮海大地上的国民党军队为“兵败如山倒”这句老话做了最恰如其分的注解。战场局势的变化让经历百战的华野司令部都意想不到，因而被他们在战役总结中兴奋地称之为迅速、惊人、巨大的发展，是全战役最重要、最紧张、最精彩的一个阶段。面对因节节胜利而情绪沸腾、斗志高涨的我军官兵，饿了快1个月的国民党军已无招架之力。我各路攻击部队就像巨大的推土机一样横扫一切，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杜聿明集团的总崩溃开始了。午夜0时，黄牌第5军放弃了抵抗。至此，蒋介石内战中的5大主力部队已全部灰飞烟灭。杜聿明给蒋介石发了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系到天明，只有当晚分头突围的最后一电后，向参谋长文强做了最后的交代。但此时的文强却咽进肚子里一句话。他就问我的，现在问我怎么办？他说我这个单子给你了，我说大丈夫做事情，但是得有死。可是你不能够管这样多了，哎，我就保留有半句话不说了，就是你们2个人是不是会投我去吃吃？还叫问的。邱清泉手下的邓君林亲率残部冒死冲锋，掩护老总们突围。一贯傲视群雄的邱清泉终于露出了惊慌的神色，他带着卫士猛跑。腿有残疾的杜聿明跟不上，又觉得要跑出去就不能跟着大部队，俩人转瞬间失去了联络。天亮之时，他们很快被解放军战士发现，杜聿明欲掏出手枪自杀，被副官一把夺下。被俘后，他自报自己为军需官高文明，但手中的名牌金表和派克金笔却暴露了身份。自知难免一死的杜聿明捡起砖头，把自己砸得头破血流，以致我军士兵不得不把他的手脚铐了起来。邱清泉死于乱军之中，身中6弹。他的参谋长李汉平说，他突围时精神已错乱，乱跑乱喊，被子弹击中。国民党官方却称，邱清泉临死前1天还在指挥战斗，最后杀身成仁。李弥在最后的关头没有表现出军人应有的勇气。10日中午，已突破阵地的我军要求守军立即投降，并要主官出去报到。李弥问部下谁愿意出去，同时放声大哭。找到替罪羊后，李弥化妆成伤兵逃走。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他带领残兵到缅甸做起了毒品生意。当杜聿明集团彻底了结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国民党上下人心震动。但这一天的中央日报报道，杜聿明兵团获得充分补给后，即向周边主动出击。也就在这一天，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称，全国最主要战场徐州战场国民党军队已完全肃清，国民党军被歼55.5万人，160余名高级将领阵亡、被俘、投诚或起义。这一战果超过了2次大战中莫斯科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德军被歼50万人的记录。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的失败，使南京大门洞开。除了已被我军重重包围的平津地区之外，中国大地上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已几乎全部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解放军100万雄师饮马长江，已指日可待。中国中部平原最浩大、最惨烈的最后一次战争结束了。
但在这场战争中最后一个倒下的终结者，却是一位女性，26岁的华野一纵文工团员陈杰。当时他正在战场上抢运双方的伤员，牺牲于敌机的报复轰炸。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他身后的挎包里装着一件给恋人打了一半的毛衣，还有这个字迹工整的歌本。胡琏被我军击伤，但逃出淮海战场。1958年任金门防区司令官时，在823炮战中差点被我军炮弹炸死。1977年6月病死在台湾。杜聿明自被俘之日起一直被单独监禁，与外界极少接触。1950年被集中在北京战犯管理所进行学习，在此他的多种疾病备至痊愈。1957年9月17日，杜聿明被特赦，后陆续担任政协文史资料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1956年，杜聿明转信给美国的女儿杜志礼和女婿杨振宁，他的家人这才知道他仍活在人间。1963年，夫人曹秀清回国与丈夫团聚，开始新的生活。1981年5月7日，杜聿明病逝于北京。淮海战役结束11天后，丧失了全部嫡系部队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内讧中写下“冬天饮寒水，雪夜过断桥”10个字，以因故不能逝世宣告隐退。而此时正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已兴致勃勃地和同事们商议去北平的进城路线。他即将再回到30年前曾经到过的那座三朝古都，只不过他当年离开时只是在一所大学图书馆里打工的管理员，而当他回来时，却是一个还有200多天就要成立的伟大国家的领袖。